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为什么今天穿成这样呢？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然后呢，你们对我以往的一些疑惑，我都会一一的解答。好吧，那我们开始吧，走。OK，新来的观众朋友们，我要重新介绍一下自己。相信我的那种比较旧的粉丝，他们一定知道我之前呢，并不是做玄学全职。那么今年呢，我打算回来马来西亚做全职玄学呢，是因为我想陪我家人的时间多一点，我就做了这个人生重大的改变。其实我身上这一套衣服，你们都看到是不是很特别？那这一套衣服为什么今天那样穿呢？其实我一直没有把我当玄学这个工作成为一个全职，是因为我在英国一直到去年都是有全职做 IT。然后我觉得我身上这个衣服呢，很多人应该是没有看过，是因为这个算是马来武术里面传统的一种衣服，然后这个叫做希腊服。希腊服呢就是马来武术的传统的一个名称，因为大家可能不大清楚，就是我到底学的这个巫师，或者是知道是马来人，可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然后今天呢，就有了这个视频。我觉得每个人，既然我要做全职，我就要跟大家解释清楚我学的到底是什么门派。我一直觉得这个衣服很不适合我，很不自在。可是现在，因为要让大家更了解我学的这个法门的一个派系呢，所以就解释一下。那关于这个派系，这个派系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什么功能，有什么法力呢？其实我们从老远的可能17、18世纪吧，就是第一个师傅他是 Middle Eastern， 他是中东人。然后我们第一代师傅他是他本身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可是他觉得除了宗教以外，他还想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说疾病啊，或者是一些邪恶不好的做法。因为古时代听说，就是那种练巫法的巫术的人，就他们可以看到天空，就是有黑云啊，各种各样的那种火飞飞去。就以前的人听说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他有一天就是祈求这个宇宙呢，说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多宗教都解决不了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善跟恶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很诚信的祈求宇宙来给他一个答案。10年过后呢，他每一天求完过后呢，他终于有一天得到我们的其中的一个祖师爷的回应。那么我们是马来语叫做 King of Kawalan。卡瓦兰的意思是护法或者是守护者吧，应该是这样子讲。然后他就说，我可以给你这个学问，然后可以给你这个知识、这个智慧，去帮助更多人。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需要把这一个所谓的教法散播给人类，让我们人变得更善。这也是第一次，我们的第一个祖师爷他开始了这一段路。然后当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场景，马来人是叫 Jin 了，就你们可能叫其他东西，有7个。其实这个故事在 Terengganu 是有历史记载的。如果在 Terengganu 的粉丝们，你们大概有听过一个就是人类对抗7个Jin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呢，7个很大的护法就变成了臣服于这一个人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类。然后之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第一个祖师爷他那么厉害，可以对抗7个所谓的这个很大的Jin呢，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一个所谓的 King of Kawalan 的这个真传。他的一些 power 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就很多代流传过后，就变成了我现在和我们这些所谓的弟子们。那入你们这个门派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基本的一些东西才能入这个门吗？其实我们是欢迎每个人去学，因为我们的祖师爷的祖宗呢，是要首先你要强身益体，就是你需要学，因为他不是中东人嘛，就是 Middle Eastern， 这样传统下来的话。先要从武术开始，然后其实我穿的这一套不是薄膜服，是希腊服。希腊服呢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因为这个就好像少林打功夫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去少林寺学打少林功夫。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最基本的学生要求，在还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的合格的巫师之前，你都是先要从这个武术学起。那么我是机缘巧合，也是不懂是上天眷顾还是上天诅咒，反正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的大师姐，然后她当时候就一直邀我进去里面学这个武术，然后她觉得我有 potential 可以成为一个巫师，可是因为我对这一行没有兴趣，然后我每次看他们打架都蛮痛的，我又那么瘦啊，就是其实不用打我都已经倒了，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就是从低学起，所以我一直拒绝了他蛮多年的。到最后的时候，我是成为一个病人的案例去给他们清理的时候，然后慢慢开始，他们就说你不用打武术这一个 part， 你可以直接 skip 掉。然后我讲好，你们门派不是规定如果要成为巫师，最低级是要从学 Silat 开始嘛？他讲 exceptionally 有一些人是不需要，然后这个所谓的 exceptionally 是通过我们的祖师爷还有那个所谓的护法，他们选中了这个人过后，你才可以 skip 掉这个 part。所以各位到现在我还是不会武术的，你可以从我的这个很瘦小的身体看得出。但是我的每一个师兄姐弟，他们都是需要从武术打希腊开始。然后至于打希腊要打多久呢？就看个人天赋吧。有一些人快，有一些人慢。到了第二集的时候呢，就是我 skip 掉，然后他直接就是毕业，然后我开始从武这一个 part 学起，所以呢，经过很多年的学习呢，我可能有这一方面超强的天赋吧。非个人意愿就学了很多他们叫我的所谓的武法。其实这个跟道家有点像，就是道家你要先学什么打功夫啊，或者是学武艺这些，然后你要强身一体。为什么？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是可能需要打仗，然后他们就需要你去学武术，然后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然后这个衣服就传统性的这样子流传下来。其实呢，归根到底，很多人很疑惑，我学了那么多东西，不是很乱吗？我总结一下吧，基督教是我的宗教信仰，可是我的人生经历呢，就是从我小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这个天赋，然后我学的这个门派，这个物。这个法其实是一个道具而已，就是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道具去帮忙别人做清理。其实我们跟普通的那种西方我学的所谓的 witchcraft 是同一个 branch 这样子下来的，就是有点类似萨满或者是 shamanism， 或者是很久很久之前的所谓的那种巫。道教也是有一些，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也是可以学这个巫开始的，所以就演变成有不同的门派，就包括可能像道家里面有很多派，然后我们马来人也有很多派系，但是归根到底，我们都是用传统的这个所谓的 herbs 啊，或者是这种植物啊，去帮一些有身体有病的病人去治疗他们，让他们身体康复。然后就时代的演变变成如今的什么精神病啊，我们都是用传统法门的用那个清灵 lime 尼猫 nibis 马语是叫去洗澡啊，这一些我们的派系是这样子的。我在这里要 highlight 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派系祖师也有讲过，就是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宗教种族年级层，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然后你如果今天有需要找到我们来做清理或者是医治你的癌症都好，我们没有问你你是什么宗教，因为宗教是算是很多派系，然后我们祖师也认为宗教是 segregation， 就是分别 humanity。所以我一直强调为什么我在 practice humanity， 我并没有分太多的宗教。就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可是今天来到找我求救的人，他可以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只是纯粹想医好他的癌症，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帮忙，是因为我们这个门派的系列是 highlight humanity， 就是帮人就对了。就大概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子。那么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是从大概10多年前开始，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我 control 不到自己的 emotion，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不会懂得爱自己，可能从小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我的大师姐在大学就认识了。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跟他去别人的家看他如何解降头，然后他问了我很多年要不要学这个，我都讲不要。到最后的时候，我成为他的病人的时候，就慢慢开始调，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很奇怪，他们暗中在训练我的某些东西，我不知道的。到过后，等整个 course 完成过后，他们才告诉我，哦，其实我们没有清理你，是你清理了你自己。你现在看到你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就变成怎样怎样。就大概我的问题跟情绪有关吧。然后我就发觉，哦，原来我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是跟我原生家庭有关的。然后我一些童年创伤是没有医好的，就通过这个我们所谓的 cut line， 就是用这个 limau nipis 去洗澡，然后就医治好我所谓的这个 unbalance， 我的整个灵魂 unbalance。然后现在我变得比较可以控制自己情绪啊，这个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理由，我开始觉得其实帮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就开始学这个门派的东西。因为天赋的关系，我也 skip 了很多个 part， 然后现在算是的起心肝，因为大家都懂了，我3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条路，我也没有想过要穿一个什么师傅的衣服出来，就是好像做这一个。可是既然我选择了做全职，我觉得我就应该认真的对待每一个有求于我的人，然后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背景。因为我的存在非常的争议性，毕竟我前半生就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国外，我学了蛮多东西，在国外的西方的方式。可是归根到底，我学的东西这个都属于一个比较远古的 ancient practice。其实讲真的，我们用的很多药材，这些都是比较像是ancient practice 吧。然后我想通过这一次的 video， 就是让大家更了解我到底做什么。之前有很多人问我，就是我念咒的时候是练什么？其实有很多是阿拉伯语，还有马来语。然后我们做的一些方式也蛮像，就是马来人的这种 culture。就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吃猪肉？我不是信伊斯兰教，我的宗教信也不是伊斯兰教，所以这个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吃猪肉哦，因为我们的门派是没有宗教这个系别的，怎么说 differentiation in terms of religion， 就是没有讲宗教这个东西，我们只是 practice humanity， 纯粹的想要帮人。所谓的 humanity 就是做个好人。然后我们很多人学习了我们的门派以后呢，其实他们并没有出来做巫师，也没有做什么保姆，他们只是纯粹的想提升自己，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比如说他们原本很穷的，就是可以什么 roof overhead， 然后 have enough money to actually feed the family。 就是我们门派里面我认识的很多师兄姐弟，我昨天跟一个师姐聊天，她 practice 了30年，可是她从来没有接过任何我们私教来求救我们的人叫 patient， 就是病人，他没有接过任何的 case， 他纯粹的只是想要帮他的家人，就是过得生活比较好一点。然后他也是70多岁了，很健康，就是你会看不出他已经70多了，你以为他只有50多，但是他已经75，他样子很年轻。就是我们学的这个法门，除了能够帮你强壮一体，因为你要打希腊，就是学武术，然后你还可以就是 balance 你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所谓的脉轮。过后呢，你还可以 balance your mind。 其实 balance your mind 是最重要，因为当你的 mind is not balanced， 你就会乱想东西，乱想东西就会制造很多的 stress and a lot of illness will come out. Basically, you have lost control of your life, and many of our practitioners purely just want to make their life better， 就没有出来帮人。但是有一些被选中的，像我 exceptionally， 就是通过主席爷的这些 approval， 其实是他们一直在推我，我是可以 delay 就 delay。但是今年因为我妈妈去年在10月份得了一场重病，然后呢，就是我对于生死这个问题，我看得有点比较 how should I say， like 我有很大的感触。因为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就是刚好我回来马来西亚，然后突然间我母亲重病，她当时已经进了所谓的 emergency，
他整个人处于不是很清醒的状态。可是当那一刻医生问他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啊，其实我的真名就很多年没有叫过，他能用马来语读出来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哇，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大过于家人，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放弃了英国，然后回来这里做全职。那段时间我陪我妈妈在睡医院的地板各种各样，而且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连续3天做了同样一个梦，是跟一个菩萨聊天。我这里讲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位菩萨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梦里面，而且是连续3天。这一位菩萨呢，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跟他没有缘的第一藏王菩萨。然后他记得第一天晚上，他问我的一句话，他说：“你想要救母亲是吗？”然后我讲什么废话，我是真的是这样子跟他讲话，什么废话？我讲你当初也不是为了母亲入地狱吗？我讲你没有什么话讲就赶紧走吧，我不想听你唠叨或者是讲废话。然后他说跟我来，他没有跟我讲下一句，就跟我来。他带我去看人间疾苦，可是他又带我去看天人的那种美好的，就连续2晚了。他带我看完了这整个6道的众生，就是好。就是有一些天人不停的享乐，哇，很好，每一天都 party。然后人类在地球这个所谓的疾苦，然后还有一些有钱人他们的奢侈，各种各样。他基本带我看完6道，第3天的时候呢，他静下来只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有方法能够让每一位众生就是减轻一点点的苦，那该多好。我记得他这样子看住我，那该多好。我又看住他，他又看住我。我当时候就是感受到为什么他立下一个很大的慈悲心愿，就是讲什么第一不空不成佛。我终于能够感受到他当时为什么立下这个心愿。然后因为我平常很少带老人家去走动，那一段时间我常在医院里面走动，我看到了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可能家人常常在那边陪伴，有一些人甚至变成了植物人，然后医生叫他们来看家人的也没有，就扔在一旁那边躺着。我就有很大的感触，我就觉得我既然有这个天赋，而且我的门派 exceptionally， 我不喜欢打功夫这些什么，他们都 skip 了，让我学习我们所谓的这个幽母就是 knowledge， 就是知识，让我能够帮助更加多这个世界有需要的人，不要讲世界，就马来西亚一个国家吧。然后地藏王菩萨讲的那一句，如果有方法能够每一个众生都帮他们减轻一点点，不要让他们这样痛苦的话，这样这个世界是不是更美好？我就觉得啊，看完了所有东西，我终于就是第一次臣服于我，说服我自己，就是说，其实我在英国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了，就是我为什么不要回来马来西亚多点陪伴我的家人，然后帮助更加多真正有需要的人。其实那段时间呢，就是我哭了好多次。你们知道的，就是流泪不是我的强项，只能流血不能流泪。但是我那一段时间真的看了医院里面等死的人很多，然后那种就是痊愈的人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因果轮回，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那么如果真的有缘来到我这里，你今天有一个机会能够让你身体康复，慢慢的，如果是让你能够就是没有那么痛苦的离开，我觉得我很愿意做这件事。因为现在我母亲算是完全痊愈了，然后我觉得要感谢菩萨们的加持，还有就是众多师兄姐妹们的帮我一起去疗愈，度过这个很难熬的日子。不是，应该是说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其实3年前我也讲过了，我之所以开始拍 YouTube， 是因为当时我也为了我刚刚过世的爸爸去就是积点累积功德和阴德，可是我错过了陪伴他的时间，然后在我人生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我总觉得我好像对不起他，因为我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然后我
我就一直有这个愧疚感，我就不停的去通灵啊，帮助很多灵，是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如今呢，算是上天眷顾，给了我 second chance。那接下来你会用这个巫术来帮助人吗？会的，我们其实严格来讲是巫医，就是除了可以医身体的病、精神的病、灵魂的病，还有各种各样的病，包括我们有接的都是好像black magic 啊、降头案这一些。然后我希望可以通过我这个所谓的 tool， 就是这个我的法门，我学的法门，毕竟这个法门也算是比较有缘吧。为什么我没有进道家法或者是其他门派，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当时候我跟我大师姐就是同学啊，我第一次看别人解降头也是跟她学，看她怎么做啊，就这个是缘分吧。然后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修行，算是修行的道路上吧，不要讲修行这么严重的词吧，就讲在这一个学习灵修上、学习成长的道路上，我希望我能够就是保持初心，不被很多东西诱惑，然后也请大家就是多多分享我的视频，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个在市面上有很多师傅，大家觉得就是穿了一个师傅服就是师傅。我为什么今天要穿这个我们所谓的 uniform 呢？制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么肤浅。我今天如果穿一个白色的 T 恤，像里面那一件的话，大家就觉得我好像神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师傅样子吧。居然要帮人，我就做到底。所以我今天做的这个视频，希望是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我的这个门派系列到底是做什么的，并不是你们想象那样一天到晚吓别人降头。其实我们这一方是比较多解降头，而且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医病，还有医治有精神病的人，就是灵魂层次上的问题的人。解降头只是我们有接到这样子的 case， 然后顺便就是帮忙解决问题。但是所谓的降头术，其实这个是我们门派里面算是比较 minority 的 cases。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花在医治身体，还有你的灵魂到底有什么问题，各种各样的奇难杂症，我们都尽量的帮忙，但是就要看缘分了，不是每个人能够就是遇见好的师傅。这个就好比我在医院看到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一个好的医生，或者是适合他的医生。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这样子，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知足常乐就好了。其实世界是有很多的黑暗，但是我相信光还是需要存在。然后既然已经决定要做这个，我就全力以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分享我的视频，不是推广，就是当你们share我视频的时候，你们能够帮其他一些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普通人来学我们这个所谓的ilmu这个 knowledge。其实我们学的并不是要叫你念什么法，最主要是做好你的本分，就是过好你的生活就好了。OK， 就你刚说你会拿这个巫术来帮助人，来服务人，那这个服务是有包括怎么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通过比较 standard 的一个方式吧，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lime， 就是你们所谓的清灵，然后马来语是叫 limau nipis， 然后我们会在做仪式的时候呢切。这个服务可以是线上或者是线下，这个是我们传统方式的。当然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服务，就看你有什么问题。不过最主要呢，就是我暂时还没有要收徒了，毕竟我觉得我还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但是我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科学的方式来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ilmu knowledge 去教大家。可能我以后会开课，就包括其他方面，就不只是我的这一个门派的，还有其他的什么颂钵啊、声疗啊、催眠啊，可能八字的这种紫微啊也是可以。就是我会有一个团体跟我一起合作，然后开课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适合大家的方式，因为我不大喜欢你去到一个课程，就是你只能选择学这一个。我希望你们来到这个课程是可以选择学五花八门的东西，然后就你可以提升到 advanced class， 然后
后就是 Advanced Level 2这样子，到最后的时候呢，可以像我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导师，我自己也是不停的有提升。我们这个门派也是有不同级别，像昨天我也是刚刚好有一个新的 level 的 upgrade， 然后就算是现在可以正式的跟大家宣布我这个所谓的好消息，我欢迎大家来我这里治疗。然后有什么疑问的话，我到时候会就是找小助理跟你解释，或者是你们找我小助理解释就行了。你们就去下方那边点击下面那个 link 连接，你就大概知道我们这里会有什么服务了，好吗？也记得多多分享，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疑问都可以在下面 comment 哦，谢谢大家。最后祝大家这个蛇年都行好运，谢谢。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快来参加我是谁线上课程，一起来探讨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